但是有那么多限制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来扭转，根本转不完。这才是人类没有自由意志的真相。嗨，大家好，我是山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讯息量会比之前的影片还要大，还要复杂，希望大家能耐心的看到最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意识。意识这个词啊，听起来就很抽象，到底什么是意识？我们先来听听人工智能怎么说。意识是指个体对内在心理状态，比如思想、感受、记忆等等，以及外在环境的感知与体验。简单来说，它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存在，以及我们理解周遭世界的能力。那首先，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猫有没有意识？动物有没有意识？你当然会说一定有。好的，那昆虫有没有意识？这时你或许想到了讨人厌的苍蝇、蟑螂，你想到了吸血的蚊子，你会回答昆虫也有意识。很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要问大家，花草树木有没有意识呢？1973年 Cliff Baxter 进行了一项实验，他将测谎仪的电极连接到植物的叶片上，用来测量叶片的电阻变化。一开始呢，他对摆放在植物旁边的蔬菜进行切割，这时测谎仪上出现了显著的信号波动。接着实验升级，首先他将2棵植物摆放在一起，然后召集了几名测试者，并且随机挑选其中一位呢，去对其中1棵植物进行一系列的破坏行为。然后他在另外1棵完好无损的植物的叶片上连接上了测谎仪，并让这些测试者一个一个的接近这棵植物。当这名凶手接近植物的时候，测谎仪上就出现了剧烈的信号波动。所以花草树木有没有意识？有的。接下来要问大家的是，水有没有意识？日本的江本胜博士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使用100%纯净无杂质的蒸馏水，将它分装在好几个的玻璃容器中，然后用不同的语言对水说话，比如爱、感谢、恨、愚蠢等等。另外，他也在装水的容器上贴上不同的文字，比如正向词语、感恩，或负面词语，比如仇恨。然后呢，他将这些水样本进行冷冻，再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形成的冰晶结构。他发现那些接受正向讯息的水样本，最后都会形成美丽、精致、对称的6边形结晶，而接收负面讯息的水样本，全都形成了混乱、畸形的结晶。所以水有没有意识？绝对有。既然水有意识，那空气有没有意识？空气也有意识。电风扇、桌子、椅子有没有意识？它们通通都有意识。这就是今天要传达给各位的第一个讯息，这绝对是事实。为什么万物都有意识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呢？原因很简单，这世界所有的物质，它都是由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我们在第1集的影片就有说过，最小的粒子，它是由高速振动的波所形成。那波是什么？我们也曾经说过，波就是信念。那信念的源头是什么？信念从哪里来？信念就是由意识产生。所以世界万物只要是物质，它必然由粒子组成，粒子必然由波组成，而波的本身就是信念，而信念的源头就是意识。既然万物都有意识，那意识是怎么运作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德国柏林伯恩斯坦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的 John Dylan Haynes 博士在2013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用核磁共振扫描大脑的方式来侦测人类决策的整个过程。就是这么一台长得有点像太空舱的机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可以帮大脑照相的相机。然后呢，研究人员调整参数，让它对大脑中血氧浓度的变化特别敏感。所以测试者在做一些行为的时候，这台机器可以把大脑中所发生的变化给记录下来。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呢？
一开始，受试者会在荧幕上看到不同的英文字母闪过，然后你的任务就是自由的在任意时间点决定要按左键或是右键。在按键之后呢，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画面，你要告诉我，在决定按左键或右键的时候，荧幕上闪过的是哪一个英文字母。所以透过这样的程序，你按键的时间可以记录下来，从你报告你刚刚做决定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一个英文字母，我也可以知道你的意念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实验结果表明，在你脑中的某些区域，在你自己选择要按左键或右键的前6到10秒，大脑的神经活动就已经开始控制你最终的选择了。你以为你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吗？你只是大脑的傀儡而已哦。其实早在1980年代 Benjamin Libet 的研究已经发现，大脑的准备电位在个体意识到自己决策之前就已经出现，而 Dr. Hans 更进一步的证实了我们所有的决策在无意识层面都已经被大脑预先处理，然后才进入主观的意识层面。没错，就连你今天午餐要吃什么，意大利面还是扬州炒饭，你左思右想，到最后你决定吃扬州炒饭，就连这样的结果其实都是你早就已经做好了的决定。其实有很多科学家，他们做了很多伟大的实验，得到了很多可贵的实验数据，唯独没有总结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一个足以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结论。这也是终点研究所这个频道成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帮大家总结这些所有谜团背后的真正意义。这么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为什么没有得到它该有的重视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它违背了大部分人的基本认知，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自己其实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再来就是承认这个真相其实对人类没有实际意义，人类确实是没有自由意志，人类确实是被控制。但我要在这里告诉所有看到这部影片的人，我们并不是被什么至高无上的神控制，也不是被什么代码预先编程，真正控制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其他特殊的存在，而正是我们自己的信念。因为信念显化现象，一切都还是回归到这个基础上。既然我们是被自己的信念操控，信念显化现象，那我改变信念不就可以改变现象了吗？听起来没错，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但改变信念真的这么容易吗？大家不妨仔细思考看看，你可以把一个你讨厌的人看成是你喜欢的人吗？我不是说把讨厌的人假装成自己喜欢的人，而是打从心底真心的喜欢这个原本自己讨厌的人。人有没有办法瞬间移动？可以。你如果可以100%把空间阻隔的信念消除，你闭上双眼，想象自己下一秒就出现在公园，你就真的可以瞬移到公园。但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因为你骗不过你自己，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无法认同空间穿越的现象。就算我们表意识觉得自己有可能会瞬移，但我们始终骗不过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框架，有太多的限制性信念，才造成了我们不自由的现象。我想要找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我的学历不高，我的英文不够好，我觉得我的能力很难被认同。这些限制我的信念，我转不过来，所以我会显化我找不到高薪工作的现象。我长得不够漂亮，不够好看，所以我找不到理想的交往对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控制我们的限制性信念。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家庭、学校、社会无数的框架，无数的枷锁。就算我们幸运的可以扭转其中的几个信念，但是有那么多限制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来扭转，根本转不完。这才是人类没有自由意志的真相。所以说了这么多，重点是什么呢？人类自由意志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100%的掌握自己的信念，在于我们可不可以自由地调动自己的信念来运作自己的人生。那么人类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完全全掌握自己的信念，取回我们应有的自由意志，达到人生的彻底自由呢？有，答案就是终点系统。这也是本频道重点研究的其中一个项目。
关于什么是终点系统，它是如何让人类掌握自由意志，它的作用机制和原理是什么等等，我们会在未来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继续关注。好啦，我是谭木，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